哎，大家伙早喽！4月21号星期五啊，好在纽约街头，我没带手机，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儿就是纽约马拉松的博览会的那个地方，就是这儿，因为我来过一次，我应该是没有记错，因为这边这样的会展中心好像应该只有这一个。我现在要去到那个方向，那边是就一条大河的边上了。据说是风景不错，但是没带手机，跑出来才反应过来，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虽然这一代开始支持漫游了，但是要看运营商的。我这个运营商手表的蜂窝网络是不能漫游的。所以现在处于失联的状态。这边现在是早晨8点20，今天就轻松跑一跑，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比赛的事情。一会儿聊啊，找找路。看这个叫哈德逊河的公园，这都在施工好些东西。你看这拆下来的太阳能板，我估计今天周五他们应该这个时间段在这儿锻炼的人就不多了，因为还是工作日。昨天进行了一趟奇妙的旅程啊！昨天去了普林斯顿，从纽约坐火车1个小时。为什么去普林斯顿呢？咱们频道有一位观众在普林斯顿做博士后，而且特别的奇妙的缘分，就是这位观众在刚开始看咱们频道的时候，不是在美国。是在其他国家读博士，之后正好来到这边继续他的研究，然后就相约了一下，参观了一下高等学府。看，好宽呀！今天还是有些疲劳啊，肌肉，而且是刚吃完早饭，所以就慢慢跑。穿上了新买的鞋，因为那双鞋湿了没刷，现在挺脏的。比赛这事儿是这样，先跟大家分析一下最后那几公里为什么崩了。确实是有些冷，就为什么我总说练得多了，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很敏感，就是这原因。就是正常的训练中、跑步中、比赛中，比方说你到最后的几公里肯定是有各种不适的，但是呢，肌肉很敏感。比方说我感觉说，哎，要不好，我其实可以做到基本不减速的情况下调整过来。但是那天那个情况就是浑身啊，所有的肌肉都没有感觉了，因为太冰冷了。这个好像打麻药做手术一样，它虽然对你的组织损伤了，但是你没有感觉。等真正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抽筋了。当时挺绝望的，因为大腿后侧的抽筋跟小腿不一样，那真的就说白了，你如果不解决它，走路都是有难度的。当时还剩3公里多，好像站在那儿停了得有2分多钟。但是好在大腿这种肌肉抽筋是，你解决了以后，它反正对我来说啊，就不会再抽了，基本上就减一点强度的话，所以还行。
然后那件羽绒服是家属的啊，很旧的一件衣服，直接就扔了。不过波士顿没有纽约的起点那么的冷，就没那么虐，所以还行。我觉得波士顿马拉松在我心里其实一直不是一个去冲击成绩的比赛，因为波士顿在我的概念里就是伴随着寒冷、大风或者是不期而遇的高温。而且波士顿马拉松官方的宣传里也会说有几次的极限天气分别是什么，就像川内优辉夺冠那次，那天都有失温，最后不幸去世的跑者。我不认为一场比赛天气不好就一定是坏事情，这要看是什么比赛。我觉得评论和弹幕区有一位小伙伴说的特别好，就是纵观波士顿的历史，那天给我发奖牌、给我披斗篷这些人，这些老奶奶、老爷爷们，都是当年站在路边和人击掌的小朋友。哇，这个感觉太奇妙了。还有说到，今天和你击掌的小朋友，就会是未来某一天给另外一位跑者带上奖牌的老奶奶。我真的希望每个城市的马拉松，或者说大型活动，都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就是这感觉真的是挺奇妙的。至于比赛的准备，其实像那天那个情况，怎么准备都不会做到完美的。这是我之前为什么说不冲成绩的原因。其实之前说不冲成绩，并没有考虑天气啊，就单纯考虑时差也冲不了。你看今天已经是我来到这边第8、9天了，也是后半夜就醒了，根本就睡不着。时差这个东西体现在睡眠上，还有体现在肠胃上，各种生物钟上。所以跨州比赛就是开心快乐就好。而且这次的赛道志愿者有好多华人的留学生在这儿，我觉得跑步这个文化在这边还是挺不错的。看这河边的店，昨天晚上，哦不对，前天晚上，在中央公园和新风跑团们跑了跑，那是我第4次跑中央公园，算是，如果算上纽约马拉松。大家太热情了，还参观了一些中央公园里有名的一个点，大破节拍照那个地儿，那个景色是挺不错的，那个感觉很魔幻。其实我跟大家聊会儿天跑步，我都不知道我跑到哪儿了，我现在要开始找回家的路了。像这种跑崩的比赛，恢复的也快，因为最后几公里就没有拼尽全力。虽然当时挺难受，但是过后肌肉要比其他比赛恢复得快。真的是挺激动的。等我回头再整理整理，从比赛准备和参赛的角度上，详细的跟大家复盘一下赛道上的事情，还有之前的准备吧。今天没准备好，带大家看看风景就好了。加油感，加油感！那天和他们跑步还跟我介绍说，在这边能看到航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这应该就是参观用的吧？懂的小伙伴
弹幕可以说一波，好大呀！我是第一次见到真的。这儿是可以买票参观的，可以上去，我觉得是，对，哇，纽约这边的街其实不太容易迷路，因为它都是编号的，多少街，多少大道。你看，现在我是在西46街，就这个方向是多少街。这个方向是多少大道，但是我没有当地的小伙伴懂啊，我也没来过几次，只是大概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知道自己 BQ 了，虽然那个 BQ 成绩当时没有排进名，不能报名，是2019年的纽约马拉松，跑完第3天了都，在这边散步，走到一个小公园里，看到评论区的小伙伴说，你这个成绩其实是算 BQ 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正好34岁，但是呢 BQ 是按照波士顿比赛那天你的年龄来分组的，等于我就被分到了35岁以后。30到34岁是要3小时以内的成绩，35岁到39岁是要3小时05以内的成绩。但是这就是我那天节目说的，纽约跑了3小时02，但是还是不行，因为那年最后一名是2小时57，所以我是靠无锡马拉松的2小时56 BQ 的。那天知道以后特别高兴。你们看这边这种街道，街边有那种小酒馆，找了一小酒馆坐下来，喝了杯威士忌。我就记得那个小酒馆边上是一家半地下的吃日本拉面的店。嘿，今天真的咱们就纯闲聊了啊。你们看我刚才右手那些半地下室，就是那种当年看北京人在纽约那种。评论区有小伙伴还说北京人在纽约，对吧？原子弹来了你都不怕，你都不躲，对吧？特二锅头，呵呵呵。你看这个交界口就是西45街和第9大道的交界口。第9大道这条街上全是餐厅，什么都有，这两边全是餐厅。哎，4月21号8点05早晨，纽约时间，训练结束啊，33分钟，6.5公里，平均配速5分03，心率148，功率196，步频190。回到住的地方周围了，
体感还行，肌肉呢还是有疲劳啊，肌肉肯定有疲劳，主要是刚吃完饭跑，觉得特别重，所以就是我老习惯空腹晨跑，就是觉得有那种轻盈感。我也老说比赛之前要早吃早饭，这样你刚吃完1-2个小时真的是不行的，就是你胃里只要有东西，你跑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就算您说您习惯了，其实也是会影响一些运动表现。行吧，那就这么着，这2天会去逛逛这边的运动用品的商店。那天去那个纽约路跑协会挺有意思的吧？今天去大都会博物馆转一转，跟家属。那就这么着，挺热的了，出汗了，穿多了，怕着凉。那好，那就大家还是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一起加油干。大家的评论和弹幕我都每条都看了，有的回了，有的实在是没来得及，感谢大家伙啊，咱们下回再见。